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观看 HTML32 入门教程。本节课我们来学习 OLED 调试工具啊。本节课比较简单，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个 OLED 显示屏的驱动函数模块，大家先学会如何使用我提供的模块就可以了。至于 OLED 屏幕的原理和代码编写，我之后会再讲的啊。现在我们就是用 OLED 当一个调试的显示屏，方便我们调试程序。在以后的教程中，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个显示屏啊，所以在这一节先提前介绍一下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程序的现象啊。本节课只有一个程序啊 ，OLED 显示屏。我们下载看一下。这时可以看到我们插在面包板上的 OLED 显示了一些字符和数字啊。第一个是显示一个字符 A， 第二个是显示字符串 Hello World， 下面左边是显示一个数字1 2 3 4 5，然后右边是显示有符号的数字-66啊，再下面是显示16进制数字 AA55， 最后是显示2进制数字啊101010101001010101，这个就是16进制 AA55 的2进制数啊。这些就是我提供的 OLED 驱动函数模块能显示的内容啊。当然这个屏幕也能显示中文或者图像，但是我暂时还没有加进来。我们这个屏幕目前主要用于调试啊，有这些显示内容就足够了。那看过我51单片机视频的同学应该对这些显示内容就比较熟悉啦。我提供的这个 OLED 模块和51视频里的 LCD 模块，它的驱动函数基本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上手这个 OLED 屏幕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哈。那么回到 PPT，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常用的程序调试方式哈。对于我们的单片机编程而言，经常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程序调试。因为单片机不像电脑啊，电脑有一个很大的屏幕啊，想看什么变量参数直接打印到屏幕就可以了。但是单片机不一样，很多时候由于成本和电路结构的限制，它并不会有一个像电脑屏幕那样强大的显示屏啊，这又对我们的调试造成了困难。比如如果让你学习 C 语言，但是不允许使用 printf 这个打印函数，那你想一下 C 语言是不是就根本没法学，对吧？同样给你一个单片机，但没有任何可以显示参数的东西，那你也没法学单片机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本节先来学习一下程序调试方法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我列举了3种常用的程序调试方法。第一种就是串口调试，它是通过串口通信啊，将调试信息发送到电脑端，电脑使用串口助手显示调试信息。这种调试方式是非常常见的哈，就是用串口将单片机连接到电脑，相当于把电脑的屏幕挂在单片机上，方便单片机显示调试信息。一般我们设计 PCB 电路板的时候，都会像这样啊，在 PCB 边上留一个串口通信的硬件，需要调试程序的时候，把单片机连在电脑上，然后就可以在电脑屏幕打印信息了。调试好之后就断开串口，程序就能正常工作了。所以你看其他的教程啊，如果是使用串口调试的话，那一上来都应该会先学一下串口通信啊，这样才好继续之后的课程。但我一般比较喜欢用显示屏来调试程序啊，我觉得显示屏调试会更加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开了本节 OLED 调试工具的课，串口通信的课我会放在后面再讲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显示屏调试。它是直接将显示屏连接到单片机，
将调试信息打印在显示屏上。这个方法就比较直接哈。单片机没有显示参数的东西，那我们就直接接个屏幕上去。这里我们使用的是这种比较小巧的 0.96 寸 OLED 显示屏啊，使用还是非常方便的。当然，串口调试和显示屏调试也是各有利弊的啊。电脑的优势是可以借助强大的电脑来调试，电脑端的软件不仅可以显示单独的参数啊，而且可以显示曲线啊、图形、图像等，还可以自己做一个软件啊，来实现一个强大的用户交互界面。那串口调试的弊端就是调试的时候需要拖着电脑哈，而且通常的串口助手只能以信息流的方式呈现数据，就是只能一行一行的打印哈。如果有很多不断变化的数据要显示，那就只能在电脑上刷屏显示，这样用起来就不太方便。接着，显示屏调试的优势是对于不断变化的数据可以覆盖刷新显示，而且显示屏可以始终接在单片机上，显示方式很直接哈。还有一般我们做一些稍微复杂的东西，都会需要有一个人机交互的界面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显示屏当做产品的一部分啊，还是比较好用的。那显示屏的弊端就是屏幕太小，显示内容有限，没有电脑软件那么强大的功能，是吧？所以这两种方法各有各的适用场景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。那本套课程中基本上都是一些参数变量的显示啊，所以我觉得用 OLED 显示会更加方便。最后我这里还列举了一种调试方式啊，就是 Q 调试模式。它是借助 Q 软件的调试模式，可使用单步运行、设置断点、查看寄存记及变量等高级功能。Q 调试模式的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哈，这个在下一小节可以给大家具体演示一下。当然，除了这3种方法之外，还有很多种程序调试的方法哈，比如点灯调试法。如果你不清楚程序是不是执行到了某个位置，就可以在那个位置放一个点灯的代码。如果运行到了，灯就亮；没运行到，灯就不亮。还有注释调试法，如果你的程序原来是好的，但是加了某段程序就死了，这时你可以把新加入的程序全部注释掉，恢复到正常运行的状态，然后依次一行一行的解除注释，直到错误出现啊。或者注释掉一部分来测试另一部分，然后再注释掉另一部分测试这一部分，减少程序运行的部分啊，来定位出问题的程序在哪里。另外还有对照法，这就是你找到一个没问题的程序，它的执行逻辑没问题，你感觉你自己写的逻辑也没问题，但是它的可以运行，你的却不能运行，这时就可以对照一下哈，在它的程序逻辑上逐步替换成你的程序逻辑，这样就比较容易发现错误在什么地方啊。总之，测试程序的基本思想就是缩小范围、控制变量、对比测试等。测试的方法是多样的哈，这个还得大家在实践中多想想了。好，介绍完这些调试方法，我们来看一下 OLED 显示屏的介绍哈。首先 OLED 它是这一串英文的缩写啊，意思是有机发光二极管。OLED 显示屏就是用这个有机发光二极管做出来的屏幕哈，它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新型显示屏啊，具有功耗低。这个是因为 OLED 每一个像素都是一个单独的发光二极管，每一个像素都是可以自发光的，不像 LCD 那样需要有背光哈，所以 OLED 屏幕会比较省电，响应速度快。这个特性可以使 OLED 有更高的刷新率啊，总线时序快，也可以避免阻塞我们的程序。宽视角，因为 OLED 屏幕是自发光的，
所以在任何角度看，显示内容都是清晰的哈。对比 LCD 的话，比如我现在录视频的这个电脑屏幕就是 LCD 屏，如果我从上面或者下面斜着看这个屏幕，那屏幕就会变黑哈，很难看清上面的内容。而我现在这个手机的屏幕是 OLED 屏幕，基本上各个视角都可以看清屏幕啊，这就是可视视角的差别。最后，轻薄柔韧，比如现在手机上的折叠屏、柔性屏等，用的就是 OLED 显示屏。接着来看一下本节用的 0.96 寸 OLED 模块，介绍是小巧玲珑，占用接口少，简单易用，是电子设计中非常常见的显示屏模块。这个显示屏也算是单片机领域的一个经典显示屏了。当然，它不会像我们手机、电脑上的屏幕那么强大。这个 OLED 一般都只有一种颜色，分辨率也比较低哈。驱动这个 OLED 只需要几根线和简单的通信协议，占用资源比较少。那下面这些图片就是这个 OLED 的外观和种类啊。它有几种规格啊。第一种就是我们视频使用的，总共有4个针脚，像素是白色的。右边这里还有一种7针脚版本的，需要占用的 L 口就多一些哈。对应这个像素颜色，除了有白色像素的版本，还有这种蓝色像素的版本啊，和这种黄蓝双色的版本。这个黄蓝双色并不是真正的双色啊，它是上面1/4的像素固定是黄色的，下面3/4的像素固定是蓝色。这种屏幕适合做一个需要显示标题行的界面哈，上面的黄色显示标题，下面的蓝色显示内容啊，这样比较好看一些。当然，无论像素颜色是哪种，它的驱动方式都是一样的。最后看一下参数哈，它的供电是3到5.5伏， 3.3伏和5伏的单片机都是兼容的哈。通信协议是 FRC 或 SPI， 像下面这种4针脚的屏幕，一般用的是 FRC 的通信协议，这种7针脚的屏幕一般用的是 SPI 的通信协议。这个 FRC 通信和 SPI 通信我们之后的课程会讲哈，现在了解一下即可。最后它的分辨率是128×64像素，这个分辨率对于手机电脑而言那太低了是吧？不过对于单片机而言还是非常够用的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OLED 的硬件电路啊。左边这个是4针脚版本的 OLED 电路，这里尖地接尖地， VCC 接 3.3 伏，给 OLED 供电。然后剩下的 SCL 和 SDA 是 FRC 的通信硬件，需要接在单片机 FRC 通信的硬件上。当然我给的驱动函数模块用的是 GPL 口模拟的 FRC 通信，所以这2个端口就可以接在任意的 GPL 口上哈。然后右边7针脚版本的 OLED 电路也是一样哈，尖地 VCC 接电源。剩下的引脚是 SPI 通信协议的引脚，如果是 GPL 口模拟的通信协议，那也是接在任意的 GPL 口上就行了。这就是硬件电路。最后来看一下我给的驱动函数模块都有哪些东西吧。这个表里可以看到，这些就是我提供的驱动函数啊。上面这2个图是 OLED 的实物图和屏幕坐标图啊。我把这个 OLED 分割成了4行16列的小区块啊，从左上开始，向下依次是第1行、第2行、第3行、第4行，向右依次是第1列、第2列，一直到第16列啊。然后看一下下面的驱动函数啊，第一个是 OLED Elite， 这个是 OLED 初始化函数。在使用 OLED 之前需要调用一下这个函数啊，对 OLED 进行初始化，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
第二个是 OLED Clear， 这个是清屏函数，调用这个函数，屏幕就会清空啊。然后下面的这些函数就都是 OLED 的显示函数了。首先 OLED 修叉显示一个字符，第一个参数指定起始行，第二个参数指定起始列，第三个参数是要显示的字符啊。比如一行一列显示字符 A， 那在屏幕上一行一列的位置就会像这样啊，显示一个 A 啊。右边这里是它的实际效果。接着 OLED 修时阵显示字符串，比如在一行三列显示字符串 Hello World 感叹号，那就会从这里开始啊，显示 Hello World 感叹号。右边是这样的。然后 OLED 修 Number， 这个是显示无符号十进制数字啊。前两个参数指定起始坐标，第三个参数是要显示的数字啊，第四个参数是数字的长度。比如二行一列显示数字12345，长度为5，就会在屏幕的这个位置啊显示12345。剩下的 OLED 修 Send Number 就是显示有符号十进制数字。在显示的时候会带一个正负号啊，然后 OLED 修 Hex Number 显示16进制数 ，OLED 修 Bin Number 显示2进制数。这些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哈，相信大家很容易就能看懂怎么用的。我们下一小节写代码的时候再来具体演示啊。这个屏幕还可以显示中文、图像等内容。我这里给的驱动函数并没有涉及这些东西哈，这些东西我们调试的时候也暂时用不到。如果大家需要的话，我们之后单独学习 OLED 的时候再来演示这些功能哈。好，那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下一小节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这个驱动函数模块。